前男友是个疯批病娇，他说在恐怖游戏里当 boss， 每天要杀好多人。我当然不信，果断分手。我再一次拒绝他的复合请求后，他撂下狠话，再不听话，把你送进恐怖游戏里，囚禁到死。结果我真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手机信息提示音一直响个不停，我那病娇前男友又发疯了。呵呵，你只能属于我，所有靠近你的人都该死。你那个一直纠缠你的男上司已经被我送到恐怖游戏里杀掉了，别躲着我了，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送进恐怖游戏里，囚禁到死。我承认我沉迷思夜的男色，我喜欢他清冷的气质，忧郁的冷瞳，白皙的锁骨，更痴迷他长达2个小时的续航和他的8块腹肌。后来我带他回家见家长的时候，我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当 boss 的。我妈一听高兴坏了，让他在公司里给我二舅安排一份工作。思夜盯着我二舅看了2分钟，说他长得太喜感，不适合在恐怖游戏里当 NPC。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 boss 是恐怖游戏里的变态血腥大 boss。再后来，我还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本工作笔记。今天又弄死20个小趴菜，现在玩家的承受力越来越差，活活吓死的就有3个。今天发现可以靠缩短狂暴时间来摸鱼，嘻嘻，早点下班回家，抱着和和睡觉觉。有个小白脸一直缠着我家和和，把他弄进副本里撕碎了，真舒服。伪装好累啊，真想换个出场方式。工作笔记的内容处处透露着诡异、荒诞又可怕。那个纠缠我的男上司确实1周没来公司上班了，难道或许只是巧合？哪来什么恐怖游戏？我一边自嘲自己被思夜带偏，一边将他拉进了黑名单。忽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耳边响起：欢迎玩家许和进入游戏。副本血祭婚礼即将开启，副本难度 SS， 参与玩家人数10，请您尽快调整好状态。祝您游戏愉快。我还没搞清楚状况，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在睁眼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座被夜色笼罩的神秘庄园。鲜红的月亮高悬于天幕，我身边还有另外9名玩家，算上我在内，6男4女，刚好10个人。其中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姐姐已经被吓得脸色煞白。完蛋了，上一次我进入的是 B 级副本，也是靠运气才能活下来。这次居然是 SS 级副本，我们死定了。另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似乎也是老玩家，他也一脸绝望，双手抱头痛哭起来。SS 级副本的通关率只有 1%， 存活概率比在10级地震中存活还要低，我不想死啊。其余人看起来和我一样是新手，纷纷被眼前的阴森景象吓得瑟瑟发抖。恐怖游戏，思夜说的恐怖游戏竟然是真的。这时，冰冷的机械音又提示道：请各位玩家在30秒之内进入别墅。进入别墅后，开启主线剧情，请各位玩家努力活下去。倒计时开始，30、29、28。眼镜男的情绪几近崩溃，看着前方的别墅连连后退。不，我不要进去，我不想死。面对未知的恐怖，其余几人也不敢轻易挪动步伐。啊！那是什么？有眼尖的人发现我们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的方向靠近。我顺着队友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团红色的血雾正弥漫开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眼镜男连连后退，身体也被血雾包裹。紧接着，惨叫声在我们耳边响起。眼镜男的身体像蜡烛一样在我们眼前融化了，一具白森森的人骨瞬间被血雾吞没。那不是雾，是虫子，吃人的虫子！快跑！有眼尖的队友发现那团血雾不简单，颤抖着声音尖叫起来。随着倒计时的读数越来越逼近0，血雾弥漫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们奋力朝着别墅的方向跑去，红色的血雾在我们身后追赶，惨叫声不绝于耳。我发了疯似的往前冲，别墅的门是敞开的，我们进入后将大门紧紧反锁。惊魂甫定，我紧张地环视四周，发现这个别墅共有3层。别墅内部空间非常大，我们目前正处于别墅的1楼。装修是19世纪欧洲流行的宫廷风，头顶悬着巨大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璀璨的光芒。四周像是被精心装点过，白色纱幔被窗外吹进来的风带起，肆意舞动，像极了恐怖的幽灵。随处可见鲜艳欲滴的玫瑰，散发着诡异的芬芳。大厅正中间挂着一幅巨大的婚纱照，照片里的新娘面无表情，手中捧着一颗白森森的头骨，洁白婚纱上猩红点点，像是血迹。新郎身姿挺拔，穿着复古的燕尾礼服，脸上戴着半脸金属面具，遮住了下半张脸。可新郎那双清冷忧郁的眼眸，怎么看怎么像思夜。此时，我的眼前飞速闪过一片弹幕。这刚开局就死了4个人啊！那个眼镜男还是个老玩家，活下的不会都是萌新吧？这可是 SS 级副本啊！我已经预见他们的结局了，必死无疑。我们来猜一猜，接下来谁会第一个死？我猜是那个穿着牛仔裤和白 T 恤的女生，她看起来病恹恹的，像她这种玩家 ，boss 一口一个，嘎嘣脆。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穿着，他们说的病恹恹的女生就是我吗？想起思夜给我发的信息，难道真的是他把我弄进这恐怖游戏里的吗？如果他真的是大 boss， 那他会不会遵循游戏规则杀了我呢？
思叶的性格睚眦必报，每次和他吵架，我故意不理他，他总会想出各种刁钻的方式惩罚我。有一次我和他冷战了3天，他把我绑起来，穿上他喜欢的衣服，惩罚我。想到刚才还把他拉黑了，我不由得胆寒。我们先清点一下人数，互相认识一下，想要通关需要团队协作。一个看起来白白净净的男生开口说道。目前存活下来的人，包括我在内，一共有6个人，两女4男，女生叫季冉，是国家2级运动员。一个矮胖的男生叫王虎，是个外卖员。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年男人叫邵伟，是中学语文老师。还有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叫程鑫，是个健身教练。至于刚才说话的那个白净男生叫杜泽，是个作家。据他所说，他之前通关过一个 SS 级的副本。听到杜泽说他曾经通过 SS 级的副本，众人又燃起了希望，纷纷让他说说 SS 级副本的机制。杜泽的目光却锁定在角落里，那里有一座复古钟表，银质的钟摆来回摆动，时针正缓缓向整点靠近。钟表，我所经历的副本当中也有一个钟表，每当时间到达整点，主线剧情就会开始推动。他话音刚落，时钟的时针就来到了数字11上。同时，2楼传来了皮鞋踩踏在木地板上的声音，啪嗒，啪嗒，大家快找地方藏好。杜泽压低声音对我们说道。大厅里实在没有什么能藏身的地方，王虎和程鑫率先钻进了盖着桌布的餐桌下，既然也跟着钻了进去。餐桌下的空间并不大，容纳3人已经是极限。杜泽将我拉到一根柱子后面，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邵伟原本想要躲到楼梯的视线死角处，可他还是晚了一步。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结的男人出现在楼梯口，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上扬，整个嘴巴像是一个半圆弧形。他脸上的皮肤很光滑，在灯光的反射下像是抹了油一样亮堂。总之，整个面部诡异的像是戴了一个面具。邵伟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体似乎是不受控制的朝着那个诡异男人移动，一步一步机械般的朝着楼上走去。眼看着邵伟就走到了男人的面前，忽然男人伸手抱住了邵伟的头，咔嚓一声脆响，紧接着邵伟的脖子被男人硬生生的扯断，顿时血雾喷涌，邵伟的头颅一路从楼梯滚落到我脚边，他脸上还保持着恐惧的表情。在我即将尖叫出声的那一刹那，杜泽捂住了我的嘴。空空荡荡的大厅里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眼前的血腥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手心里全是黏腻的汗。很明显，刚才那个诡异男人不是思叶，我脑海中忍不住带入思叶的脸。如果他也是这副本中的怪物，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眼前的弹幕又出现了，不愧是老玩家，竟然知道提醒大家躲起来。这个穿西装的管家也算一个小头目了，平时管家都是拿着剪刀追人，然后把他们的脑袋活生生剪下来的。现在还剩下5个人，你们猜他们能不能活过今晚？活过第1晚应该可以吧，只要躲藏好，不被这个在整点出现的管家发现就好了。暂时活下来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会被那个大 boss 弄死， boss 实在是太强了。咀嚼声停止，我悄悄探出脑袋看去，楼梯上除了一团扎眼的血渍外，什么都没有了。刚才那个可怕的男人已经消失了，其他人也从餐桌下面钻了出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很显然是被刚才那一幕吓到了。冰冷的机械音又出现了。婚礼前夕，管家会清除掉所有不速之客。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请各位玩家找到适合的藏身点，否则将会被管家击杀。机械音落下的那一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朝着时钟看去。距离午夜到来还有45分钟，足够我们找到藏身点。1楼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们还是去楼上看看吧。王虎提议道。既然露出恐惧的眼神，楼上会不会有怪物？我想怪物应该会在下一次整点时间再出现，1楼没有藏身的地方，万一被怪物发现，必死无疑。另外，别墅外面已经被刚才的红色血雾包围了，我们只能藏在这栋别墅里，我们往楼上走吧。听见杜泽也这么说，众人这才朝着2楼挪动脚步。很显然，大家已经把杜泽当成了领头羊。2楼一共有17个房间，胆大的程鑫打头阵，他检查了几个房间，确定没有怪物的身影后，大家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众人十分默契地分散开来，各自寻找藏身点。我迅速朝着走廊最末端的房间跑去，这个房间里面堆满了杂物，角落里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我弯下腰想要躲到床底，却被季然抢先一步钻了进去。哎，这是我先，季然探出半个头，先到先得，你找别的地方藏吧。说完，季然又缩回了床底。我虽然生气，但现在不是和他理论的时候，我只能迅速朝着另一个房间跑去。这个房间里也堆满了杂物，还有一个巨大的衣柜。我反锁房门后，躲进了衣柜里。还好这个衣柜的空间还算大，我蜷缩起身体，正好可以躺下。四下寂静，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又饿又冷，再加上刚才神经一直紧绷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中思叶那张清冷忧郁的脸离我越来越近，我没来得及出声，就被他摁进了怀里。紧接着，他直接俯身亲了下来，他的唇瓣冰冷而又柔软。
别亲了，我快窒息了。我想要挣脱，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他闻言低笑了一声，不亲了，那就做点别的。下一秒，我就被他掐着腰，转了个身背对着他。他性感如鬼魅的声音还在颤抖，还分手吗？分不分了？我被折腾得快要散架了，不分了，不分了，我错了行了吧？他又换了个姿势，将我压在身下，唇在我的颈侧轻嗅着，然后轻轻咬住我的耳垂，不许再离开我了，乖乖听话，再跑我就把你腿打断哦。这个梦做得好累，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浑身酸痛，手腕上莫名多了2道青紫色的指痕。透过衣柜的缝隙，我发现天已经亮了。咯吱，我听见门把手被拧开的声音，立刻紧张了起来。我记得昨晚我已将门反锁了，有人进来了。我屏住呼吸，脚步声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衣柜前。衣柜门被打开，是杜泽，我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你还活着。其他人都还好吗？我从衣柜里爬出来，杜泽神色凝重，王虎和程心都还活着。既然他死了，弹幕又开始滚动。那个女生藏在床底下，被管家发现了，管家拿大剪刀把她咔嚓了。哎，说起来也真是倒霉，她只要挺过最后一次，整点就日出了，真是太不走运了。我怎么感觉管家就是奔着她去的呢？话说，昨天你们看到另一个小姐姐的画面了吗？她的画面怎么一直都是一片漆黑，好像出 bug 了一样，所有人的视角都能看见，就是看不见那个小姐姐的。看着弹幕上关于我的讨论，我意识到昨晚确实发生了一些事，并不是我在做梦。既然死了，现在只剩下我们4个人了。程心也走进了房间，摸了摸肚子，好饿呀，我们找找看有没有食物吧，要不饿得手脚发软，跑都没有力气跑。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恭喜各位幸存玩家，现在开启新的主线任务，替新娘找到丢失的戒指，完成任务的玩家可以得到补给礼包。任务时效2小时，搜查范围扩大至全地图，血色迷雾已散，各位玩家可以走出别墅。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窗外，果然，昨晚那能杀人的血雾已经散去。我们分头找吧，在这么大的别墅里要找一枚戒指，不是容易的事。杜泽提议道。程心提出他和王虎在别墅里找，让我和杜泽去别墅外面找。我又看到了弹幕，戒指掉落在别墅里的几率比较大，别墅里的房间虽然多，但大多都是空房间，很快就能搜索完。补给礼包里面不仅有食物，还有药品和加成道具，可惜只够1个人使用的。如果这个主线任务没有完成，会怎么样？只是拿不到补给礼包。哟，楼上的，如果这个主线任务没有完成，新娘会狂暴，然后随机带走一个倒霉蛋。容不得细想，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新娘的戒指，我可不想一会又跳出一个什么怪物，追着我们到处跑。我一直没有进食，昨晚又被思夜折腾了一夜，下楼的时候我有些腿软，差点从楼上滚下去。幸亏杜泽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拉住。小心点，杜泽温柔地说道，时间不多，我们分头行事，我去前院找，你去后院。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就大声叫我。我点点头，提心吊胆地朝着后院走去。后院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但是泳池里装的不是水，是鲜红色的血液。泳池边缘还有很多红色的血手印。哦，我忍不住干呕起来。等我吐完，我惊讶地发现离我不远处的草地上有一个黑色的丝绒礼盒，盒子里赫然躺着一枚钻石戒指。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务道具就这样放在草地上，这也太草率了吧。顾不上满心疑虑，我走过去将地上的钻戒拾起。一股寒意在我身边蔓延，我感觉到有人在看我。顺着感觉抬头望去，别墅3楼一扇窗户边，思夜正面带微笑地注视着我。恭喜玩家许和成功找到新娘的钻戒，请返回大厅，替新娘戴上戒指，随后便可领取补给礼包。弹幕又炸了，不是，那个戒指怎么就这样放在草地上？不应该吧？我记得戒指应该在血池底下。对呀，好奇怪呀，怎么和我所知道的血祭婚礼有点不一样？通常这个戒指是找不到的，然后新娘抱走，血祭一名玩家。难道是副本难度降低了？感觉不太可能。我发现弹幕不是持续滚动的，剧情推进或者结束之后才会出现。虽然能从弹幕里获取一些有关副本的信息，但是有用的信息不多。我返回1楼大厅，其余3人收到系统提示，已经在大厅里集合了。忽然，大厅正中央的婚纱照动了，婚纱照里的新娘从巨大的画框里爬了出来。她的皮肤是灰白色的，连瞳孔都是灰白色的，四肢机械般的扭动着，像是一个被人控制的木偶。新娘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姿势挪动到我面前，其余几人站在一边，屏住呼吸，不敢动弹。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新娘朝我缓缓伸出了手，我全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杜泽用动作提醒我，让我将找到的戒指戴到新娘手上。我努力克制住内心的恐惧，将戒指套在新娘的无名指上。叮，恭喜玩家许和获得补给礼包。地上出现了一个箱子，我刚想上前查看礼包，却被人狠狠推了一把。我回头看去，发现推我的人是王虎。你太弱了，拿了补给礼包也撑不到最后，倒不如牺牲自己，成全我们。
程心也附和道：“没错，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你们别过来，否则我不介意先把你们给弄死。”显然，他们两个已经达成共识，要霸占我的不吉利包。这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恐怖游戏副本，没有法律的约束，怕是他们真的敢对我们下手。你们两个别这样，我们把物资分配一下，应该是够我们4个人用的。杜泽想要说服他们，却是徒劳。这时，我看见站在他们2人身后的鬼新娘缓缓抬起了手，她白色的瞳仁转了2圈，涂着艳丽口红的嘴角突然上扬，露出诡异又恐怖的微笑。来不及等我出声提醒，新娘便抓住了王虎的胳膊，接着一声惨叫，王虎的胳膊被新娘硬生生拽了下来，血液喷溅在离王虎最近的程心脸上，程心顿时被吓得屁滚尿流。王虎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断肢处血如泉涌，很快染红了地板。快跑！杜泽大喊一声，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上跑去。新娘没有跟上来，而是追着程心去了。挖槽，不是已经过了任务了吗？新娘怎么还暴走？反常，实在是太反常了。但我怎么感觉那新娘像是针对那2个男的？杜泽拉着我的手，想要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那个恐怖的新娘会不会转过头来追杀我们。跑到2楼楼梯口的时候，杜泽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飞，重重摔在地上晕了过去。地板像是被泼了墨水一般，我陷入了深沉的黑暗。黑暗中，身形变化巨大的丝叶朝我走来。不，他没有腿，他的腰部以下是一条巨长的蛇尾。冰冷柔软的蛇尾将我缠住，他口中吐出猩红的信子，轻轻刮过我的脖颈。冰冷滑腻的信子让我汗毛耸立，是你让新娘狂暴的。丝叶的瞳孔已经变成了冷血动物的树瞳，他依旧如往常那样深情注视着我。那礼包是我为你准备的，他还敢动手推你，分明是找死。他的信子一下一下地撩拨着我的耳朵，我微微站立的反应让他露出微笑。丝叶是这个副本的大 boss， 那是不是只要他给我们放水，我们就可以过关呢？丝叶，你能不能不杀人？放我们过关吧。我只能保住你的小命，别人的死活可与我无关。不过你要是叫声老公来听听，我可以先留住他们的小命哦。此前我和丝叶虽然亲密，但这样肉麻的昵称我是从没叫出口过的。他凑近我的耳边，声音里带着渴望，快叫声老公，要不然那个肌肉男就要死了哦。我脸上泛起红晕，勾住他的脖子，喊了一声老公。丝叶的树瞳瞬间变成了2个桃心，给了我一个十分热烈的吻。乖老婆，别管别人的死活了，你心里只要牵挂着我就好。只要你乖乖的，不惹我生气，我就让你通关副本哦。我只能乖巧地点点头，谁让他现在是副本的残暴大 boss 呢？丝叶瞥了一眼晕过去的杜泽，眼睛里是嗜血的冰冷。这个男人牵了你的手2次，我得把他的手剁了。我吓得赶紧制止他，丝叶，你别那么残暴好不好？动不动就要砍要杀的。丝叶收回了手，我是大 boss 爱，弄死他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什么分内的事？他分明是想公报私仇，他这该死的占有欲。还好，我知道怎样才能拿捏他。我主动往他怀里靠了靠，和他亲密贴贴。乖宝，你知道我胆子小，你这样子会吓到我的，我最喜欢你温柔又善良的样子。丝叶收敛起冰冷的表情，眼里总算有了几分温度，声音也变得温柔了起来。那你不许再让那家伙牵你的手了，要不然我怕我克制不住自己。我继续乖巧地答应。丝叶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早那么乖，我就不用把你弄到副本里来了。好了，我得让剧情继续走下去。丝叶说完便消失了，我的手上多了一把金属钥匙。我猜想这把钥匙是任务道具，顾不上那么多，我将钥匙贴身收好。躺在地上的杜泽也悠悠醒来了，他扶着自己的额头，刚才那一下他摔得不轻，额角都紫了。弹幕又开始滚动。卧槽，为什么我老是看不见这个女玩家的视角？那个胖子流了那么多血，快死了吧？等等，刚才狂暴的新娘为什么忽然停手了？不应该呀，新娘狂暴必定要带走一个的，那肌肉男真是走运。我把杜泽扶起来，1楼大厅里，王虎面如白纸，已经失血性休克了，他手臂的断裂处鲜血还在不停地涌出。我快速地打开补给礼包，翻出一个写着速效救命丸的瓶子，把药塞进了王虎嘴里。王虎的伤口奇迹般止住了血，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这时程心也狼狈地跑了过来，他也受了伤，不过看起来并不严重，只是一些皮外伤。王虎苏醒了，我让杜泽把补给礼包里的食物平均分成4份。对不起，我们也只是为了活下去。王虎哽咽着道歉。算了，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活着离开副本的。没有人愿意来到这个副本，人在巨大的求生欲面前，最容易暴露自私的本性。王虎和程心虽然有错，但是罪不至死。我话音刚落，系统又开始提示了。婚礼开始之前，新娘想要再看一眼她的爱人，完成此任务可以获得到下一条线索。时间不多了，那个男人就在别墅的某个角落里。我心里还在纳闷，按照大厅中间的那张结婚照来看，新郎应该就是丝叶，也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大 boss。但现在系统让我们寻找的新郎好像不是丝叶。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眼前出现了全息投影的画面。结婚照上的新娘穿着一件粉色洋装裙，笑靥如花，朝着一个男人伸出手。男人靠近她，两人紧紧拥抱，忘情接吻。突然，几个穿着西装、脸上面无表情的人将两人分开，新娘被塞进一辆车里，而男人也被人摁倒在地。画面里的男人不是思叶，也就是说，思叶在副本中要娶的新娘爱着别人。没想到思叶竟然在这游戏副本里玩起了强取豪夺。思叶可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画面中的这个男人抢了他的未婚妻，估计被他关起来折磨了。王虎受了伤，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杜泽提议先把王虎藏到第一晚我躲藏的衣柜里。安置好王虎，我和杜泽还有程心三人开始在别墅里搜寻起来，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暗门或者机关。不一会儿，我们在1楼楼梯的转角处发现一个暗门。程心和杜泽合力拉开暗门，一条黑暗狭窄的地道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下去？程心面露苦涩，谁也不知道这地道下面有什么，黑暗的恐惧让我们迟迟不敢行动。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必须按照主线任务走下去，否则很容易触发狂暴机制，我们随时可能死亡。听了杜泽的话，程心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挪动脚步走进地道，我走在中间，杜泽殿后。地道又黑又潮湿，我差点滑倒，杜泽眼疾手快，伸手托住了我的身体。小心点，注意脚下。杜泽总是给人一种非常安全可靠的感觉，我应了一声，继续跟着程心的脚步朝前走去。地道一开始非常矮窄，我们只能弯着腰朝前走，走着走着渐渐宽敞起来。墙上还出现了壁灯，我们这才看清，这地道下面竟然是一个监狱。如我预料的那样，思叶就喜欢玩囚禁人这一套。黑色大铁门上挂了一把锁，我忽然想起了思叶给我的那把钥匙，我赶紧摸了摸口袋，掏出钥匙插进了锁孔，完美匹配。咦，他什么时候找到的钥匙？我记得找钥匙是一个支线任务，需要挑战另外一个头目。不对劲啊，这跟我知道的血祭婚礼怎么不太一样？这女的深藏不露啊，是不是我们漏掉了什么？搞不好他们都能通关这个 SS 级副本呢。看到我打开锁，程心和杜泽也很惊讶，他们也能看到弹幕，两人问我哪儿找来的钥匙。我撒了个谎，说钥匙是我找戒指的时候捡到的，因为不知道有什么用，就先收起来了。我总不能说这钥匙是思叶硬塞给我的吧？两人也没多想，我们合力打开眼前的大铁门，石室内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不，实际上我已经分不清他是什么了，我只是从他的呻吟声中判断他是个男人。他的下半身不翼而飞，眼珠子被人挖去，只留下2个血淋淋的窟窿，嘴角被利器划开，伤口直至后脑勺。我吓得捂住自己的眼睛，杜泽顺势将我护在了怀中。恭喜玩家完成任务，获得新娘的日记本，日记本中记录了少女的心事，请玩家仔细阅读。弹幕又热闹起来，能走到这步真的不容易呀，突然感觉他们这一队有望能通关呢。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个副本的通过率太低了，说真的，我还没看到有人能撑到最后的婚礼。等等，BOSS 怎么出来了？不应该呀， BOSS 不应该第3天才出现吗？看到弹幕提示，我们3人这才注意到一个庞然大物悄然出现在我们身后。思叶赤裸着上半身，完美的线条，刀削般的面庞，此刻却散发着幽幽的蓝光。他的下半身是一条巨大的黑色蛇尾，一把将我拉进他的怀里，紧接着抬起尾巴，重重将杜泽拍飞。他的力气极大，我的手腕被他捏得生疼。他的蛇尾缠住了杜泽，杜泽被他紧紧束缚住，几乎快要窒息。思叶，你干嘛？快松开他，你这样他会死的。我朝着思叶吼道。他的表情冰冷狠厉，呵，你紧张他？那他更得死了。他又被他那该死的占有欲支配了。从我和他谈恋爱起，他就这样，只要我身边出现任何异性，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他都充满敌意。以前我觉得找个恋爱脑的病娇谈恋爱很幸福，可真的谈上了又觉得头疼。但是不可否认，我是真的爱他的。他不犯病的时候，简直是个100%完美的恋人。他知道我所有喜好，不但会亲自下厨给我做饭，还会为我准备各种小惊喜。更重要的是，他的花样还特别多，续航力也很持久。思叶的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幽步的笑声，令人不寒而栗。你看和和的眼神令我讨厌，真是讨厌透了，所以就把你杀掉吧。就这么做。杜泽的脸已经憋成猪肝色了，诚心想要上前帮忙，却被他摆动的蛇尾直接拍晕过去。不自量力的家伙，还真是碍眼呢。说着，思叶的蛇尾不断收紧，杜泽根本无法动弹，再这样下去，杜泽会死的。依着我对思叶的了解，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我伸手勾住思叶的脖子，撅着嘴假装生气，你还好意思吃我的醋？你都要和别人结婚了。思叶歪着脑袋，略微思考片刻，和和生气了，那就把新娘也杀掉好了。我大惊，不是，新娘不是这个副本里的 NPC 吗？我记得思叶在工作笔记中提过，游戏里的 NPC 对于玩家而言是无敌的，但是游戏 NPC 能击杀其他 NPC。
通常是一些主线剧情安排或者是隐藏任务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弹幕已经疯了，卧槽，什么情况？大 boss 怎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醋味？不是，谁能告诉我，副本 NPC 和玩家为什么会有感情戏？妈了，人妈了，我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还是比较关心新娘日记里的内容，游戏还要继续下去呀喂。弹幕提醒了我，对，那本日记本。我快速翻开日记本，黑色的文字跳动着在我眼前消失不见。一道空灵的女声在我耳边响起，开始阅读日记本里的内容。父亲说我是家族唯一的女性，必须嫁给私家联姻。私家是千年鼎盛的大家族，嫁去私家就可以解决父亲公司的金融危机。可是那私家大少爷看起来冷冰冰的，不好相处，而且我已经爱上了阿义，我该怎样说服父亲呢？父亲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他将我送去私家小住。昨天下了一场大雪，回家的路被积雪覆盖了。管家说这雪至少还要下半个月，也就是说我最少得在私家住上半个月。我好想离开，我想阿义。奇怪，这半个月我都没有见到司少爷。管家说天冷了，少爷不愿意起床，他最好也不喜欢我，这样我们就不用结婚了。今天在走廊尽头捡到一块黑色的东西，很坚硬，像是某种动物的鳞片。奇怪，私家别墅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难道他们养什么奇怪的动物？终于回家了，又可以见到阿义了，好开心。阿义，他们到底把阿义弄到哪里去了？我不会屈服的，既然父亲逼着我嫁给司少爷，那我就在我的婚礼上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吧。随着戛然而止的声音，主线剧情也随之被推动。我们像是被吸入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在睁眼，周边环境已经从阴暗地牢变成了别墅1楼的宴会厅。程心和杜泽已经清醒过来，同时还换上了西装。我不知何时也换上了华丽的礼服。宴会厅的角落里，管弦乐队正在演奏着舞曲。衣着华贵的宾客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没有人觉得我们突兀，我们已经成为了宾客中的一员。直到思叶穿着新郎礼服站在2楼楼梯口，众人的目光全部被她吸引。她俊美，她高贵，她冰冷的像是一座雕像。她站在高处，目光向我投来，我像是被某种力量蛊惑，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她挪动。许和，回来！杜泽想要拉住我，我的身体却根本不由我控制。我朝着思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去，她微微扬起嘴角，缓缓朝我伸出了手。同时，楼梯口的另一侧，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也出现在众人面前。她面色惨白，鲜红欲滴的嘴唇显得极不和谐。她的眼睛就像深不见底的黑渊，没有一点生气，也看不见瞳孔。什么情况？卧槽，这女的也太大胆了吧！她就这样走上去了。这女的不会是要和新娘抢新郎吧？等等，我怎么觉得她身上的礼服跟新郎更般配呢？她胸口的那枚胸针和新郎的胸针是一对的吧？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礼服上别着的钻石胸针是报喜鸟的图案，和思叶胸口别着的连理枝确实是一对。这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时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他亲手设计的，寓意着永生永世的爱。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他送给我的所有礼物都还给了他，包括这对胸针。我正要把手递给思叶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的腰，力气之大，几乎要把我的内脏压碎。许和，小心身后！人群中的杜泽惊呼出声。我本能的低头，发现一根沾满粘液的触手紧紧缠住我，而这根触手是从我身后的新娘嘴里伸出来的。此刻的她俨然变成了一个怪物，白色婚纱被撕裂成碎片，长出许多根布满黑毛的肢体，像一个巨大的蜘蛛。毁灭吧！今天所有人都别想活着离开！新娘的声音像是指甲划过黑板一样尖锐。弹幕激烈地讨论着，这才是新娘的最终形态，她把自己献祭给魔鬼了。血祭婚礼正式开启喽！新郎才是主角呀，他本意就是献祭在场的所有人，哈哈哈！我最喜欢这种双 boss 的副本了。快跑吧，还等什么？一会婚礼就变成绞肉机了。受到惊吓的宾客四处逃窜，程心和杜泽随着人群一起向别墅外跑去，只是没跑几步就发生了踩踏，唯一逃生的大门被堵死了。思叶紧紧拉住我的手，眸子里升起冰冷的杀意，几道蓝色的寒光闪过，缠绕在我腰上的触手被切断，掉落在地上扭曲的拳动着。思叶，你让我永失所爱，我也要让你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说完，已经变成巨型蜘蛛的新娘朝着思叶猛地扑过去。台词都不对了，卧槽，确定不是游戏出 bug 了吗？新娘这时候应该已经成了魔鬼的傀儡才对，怎么还有自主意识？疯了疯了，两大 boss 对决了，这个游戏什么时候颠成这样了？新娘的嘴里伸出许多触手，触手尖端竟然如同匕首一样锋利。思叶也显出了自己的真身，巨大的蛇尾灵活地摆动。他的鳞片十分坚硬，触手击打在他的蛇尾上，发出冷兵器碰撞的声音。一根触手与我擦身而过，锋利如刀口一般的尖端划破我的皮肤，鲜血瞬间染红了我的衣服。思叶将我揽进怀里，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我。他只有一条蛇尾，而那个已经变异的新娘却有无数根触手。
两人从楼梯口一路打斗到宴会厅里，不少宾客被舞动的触手分成两半，整个宴会厅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思叶虽然是大 boss， 可因为要护着我，战斗力大大削弱。你把我放下吧，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思叶低头深情地看着我，亲我一下，给我一点力量。我搂住他的脖子，吻上了他的唇，他冰冷的躯体逐渐有了温度，喉咙里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咕噜声。暴走的新娘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思叶一个甩尾，用新娘的触手割下了她的头颅。随着新娘躯体的倒塌，机械音充斥在我们耳边，警告：游戏 NPC 非正常死亡，游戏 NPC 非正常死亡，游戏程序崩溃，血祭婚礼副本即将崩塌。一瞬间山摇地动，建筑物开始坍塌。思叶将我紧紧搂在怀中，用自己巨大的蛇尾形成一个圆形的保护伞。思叶，我们是不是要死了？我缩在他怀中，感觉到我的体温正在一点一点的流失，像是正在被慢慢抽干浑身的血液。思叶低声在我耳边呢喃：不是死亡，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阵急促的闹铃声把我惊醒，我弹跳着坐起来，大口大口喘气。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身侧躺着还在熟睡的思叶，他的脸颊上还有细碎的伤口，雪白的胸膛随着他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后来我才知道，思叶击杀了原本不应该死亡的 NPC， 导致游戏程序崩溃，血祭婚礼这个副本暂时被关停了。在副本修复之前，他都回不去了。思叶把我摁在床上，看似威胁，实则恳求地问我能不能不分手了。你以后别再乱吃醋，我就不跟你分手。他头点得像只啄木鸟。我又入坑了。不当恐怖游戏 boss 的日子闲来无聊，思叶成立了一家网游公司，当起了现实中的 boss。他给我二舅安排了一份试玩的工作，不过他公司设计的是恐怖游戏，我二舅上了几天班就被吓得神经衰弱，提出离职。几个月后，杜泽上了电视，他的新小说《勇闯恐怖游戏》成了畅销书。杜先生，您有什么话想对您的书迷朋友们说吗？杜泽看着镜头，略微沉思片刻。其实我想让大家帮我找一个叫许和的女生，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弯弯的月亮，特别可爱，左边眼角有一颗泪痣，还有2个小虎牙。身边的思叶双手抱胸，冷厉地注视着屏幕，我就知道这家伙惦记你。不行，等副本修复了，我还得给他弄进去。我真是服了这个醋精。